董王还是太有活了，一天之内就直接指着6个国家的鼻子，挨个点名威胁。这是打算一统美洲啦。事情是这样的，董王在自己的专机空军1号上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会，与其说是记者会，不如说是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威胁演讲。他一口气把委内瑞拉、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丹麦，甚至还有远在中东的伊朗全都问候了一遍。这操作直接让全世界的政治分析家们懵逼了。川普这是在做什么？真打算把美洲变成他家的后院，一统江湖吗？要理解他这波堪称疯狂的操作，咱们得先把时间往回倒一天，看看他到底干了件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1月3号凌晨，美军特种部队发动了一场震惊全球的突袭，目标直指委内瑞拉。他们长驱直入，强行抓走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然后把人直接带回了美国。这已经不是什么斩首行动了，这简直是把一个主权国家的脸按在地上摩擦。行动成功后，特朗普意气风发地对全世界宣布，美国已经掌控了委内瑞拉，甚至还在记者会上公开说，别问我现在委内瑞拉谁说了算，因为答案会非常有争议。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由我们掌控。这还没完，他还对着刚刚上任的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隔空喊话，说要是不干正确的事儿，下场会比马杜罗还惨。而且美军的第2轮打击已经准备好了。这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委内瑞拉的资源，美国必须获得完全准入。好家伙，这是连遮羞布都不要了，直接摊牌了。我看上你家的东西了，你就得给我。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场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就是特朗普一统美洲构想的投名状。而这个构想现在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唐罗主义。这个词就是把唐纳德和门罗2个词捏在了一起。它对应的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听着挺有道理的吧？意思就是欧洲的那些老牌帝国，你们别来我们美洲大陆瞎掺和，我们美洲人自己玩。但这个口号说着说着味儿就变了，慢慢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成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美国开始名正言顺的把整个拉丁美洲都当成了自己的后院，谁不听话就收拾谁，又是扶持亲美政府，又是搞经济殖民，掠夺资源，可以说是劣迹斑斑。奥巴马时期，美国觉得这套玩法太老土、太霸道，影响自己自由灯塔的光辉形象，于是公开宣布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可谁都没想到，特朗普上台后直接把这个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门罗主义又给捡了回来，还给他刷上了一层特朗普精，搞出了一个 2.0 的升级版唐罗主义。如果说老版门罗主义还讲究点师出有名，要用经济和政治手段搞渗透，那特朗普的唐罗主义就是简单粗暴，我拳头大，那就我说了算。他更强调军事力量的直接运用，更喜欢用经济大棒和军事讹诈来逼你就范。所以你看，抓捕马杜罗绝不是一次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唐罗主义的第一次实战演练。特朗普正是要用委内瑞拉的今天来警告所有美洲国家的明天。理解了唐罗主义这个大背景，再回过头来看特朗普的6个威胁，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逻辑清晰，充满了特朗普式的霸道。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是各国历史上第1位左翼总统，一直对美国不太感冒，是反门罗主义的代表人物，这让美国很不爽。对此，特朗普直接就开骂了，说哥伦比亚病得很重，还对佩特罗进行了人身攻击，说他这样做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当记者追问美国会不会对哥伦比亚采取行动时，特朗普的回答居然是听起来不错。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警告呀！这里面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你佩特罗不是一直跟我唱反调吗？那你看看马杜罗的下场，再掂量掂量你自己。第2个被点名的是古巴，古巴一直是委内瑞拉的铁杆盟友，美国在抓捕马杜罗的时候，就有很多古巴人为了保护他而不幸丧生，但对此特朗普直接放话说，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他还说，没有了委内瑞拉的大量补贴石油，古巴根本撑不下去。这话的杀伤力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意思就是你古巴的靠山已经倒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第3个，墨西哥。墨西哥和美国是邻居，但一直被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特朗普的说法是，美国必须对墨西哥采取行动。他还透露自己早就想派美军去墨西哥帮忙了，但墨西哥总统有点害怕，不敢接受。这话听着像是为你好，实际上是在施压。你要是管不好自己家里的事儿，那我就只好亲自上手来管了。第4个，丹麦。这个就更有意思了，特朗普又提起了他那个念叨了好几年的想法，买下格陵兰岛。他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美国需要格陵兰岛，他现在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丹麦根本没能力保护它。这已经不是商业谈判了，这是强买强卖。我看上你家的地了，你就必须卖给我，因为我需要。第5个，伊朗。伊朗虽然不在美洲，但也被顺带威胁了一下。特朗普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伊朗近期发生的骚乱事件，威胁要进行干涉或对伊朗进行严厉打击。这既是对中东局势的表态，也是在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强硬，告诉所有人，别以为我只盯着美洲，全球我说了算。
最后，特朗普还对着记者们做了一个总结性发言。他说：“西半球是我们的半球，门罗主义非常重要，很多美国总统都忘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好家伙，一天无差别威胁6国，老特头这是打算一统美洲了。那么，他真的能靠着这套唐罗主义一统美洲，重建美国的绝对霸权吗？从短期来看，威胁不会毫无效果。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就能把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抓走，这种威慑力是实实在在的。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等6国虽然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美国的行动开创了极其危险的先例，但这些声音在强盗般的军事实力面前显得有些苍白。从长远来看，特朗普的唐罗主义更像是一场危险的帝国狂想，他正在亲手埋葬美国自己建立的秩序。首先，这种赤裸裸的干涉主义彻底撕下了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面具。当你可以随意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抓走他的合法总统，仅仅因为你需要他的资源时，你所标榜的一切价值观都已经破产了，这会让美国在国际上丧失道义的制高点。其次，它会激起拉美国家更强烈的反抗。历史上，拉美人民反抗美国霸权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特朗普的强硬手段，短期内可能会压制住一些声音，但长远来看，这会催生出更多的反美斗士。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已经明确回怼，要求特朗普停止诽谤，并强调拉丁美洲人民拥有独立，拒绝被划为势力范围。而这种反抗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响。第三，它会加速世界的去美国化。当美国自己都不再尊重它所制定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时，其他国家凭什么还要遵守？这会让整个世界重新回到丛林法则的时代，国家关系全凭拳头说话。在这种秩序下，美国固然可以横行一时，但它也会失去所有盟友的信任，最终成为一个孤家寡人。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200年前门罗总统发表宣言时的世界了。新兴国家的崛起，特别是我们在拉美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他们不再需要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附于美国，他们可以通过和咱们、欧盟等其他力量合作来平衡美国的压力。特朗普想用唐罗主义把拉美重新变回美国的后院，本质上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他或许可以赢得1-2场战斗，但他正在输掉整个未来。他以为自己是在重振帝国雄风，实际上却是在加速霸权的衰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是失算了，原本以为在绑走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明抢5000万桶原油后，想要坐地起价，但他转头发现，中国现在连1桶也不买了，目前已经正式拒绝了购买委内瑞拉石油。最近，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已控制委内瑞拉5000万桶高品质原油，希望卖掉，还提到欢迎中国购买。不过不到1周内，彭博社报道称，中国买家直接拒绝了委内瑞拉的原油报价，即便每桶仅涨价2美元也不为所动。也就是说，美国原本设想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同时制约中国能源供应，却遭遇了中国冷静而果断的市场回应。要知道，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绑架马杜罗，目的就是想迅速控制委内瑞拉的主要石油产区和港口。而他在得逞后也普宣布，美国将接管3000万至5000万桶委内瑞拉高品质原油，这些石油估计价值约30亿美元。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委内瑞拉临时权力机构将向美国移交这些受制裁的原油。美国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巩固这一成果。先是特朗普下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给的说法是保护美国控制的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免遭司法扣押，意思就是要短期内赚大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一步表示，将解除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制裁，并考虑动用委内瑞拉被冻结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用于该国重建。美军在委内瑞拉海岸线附近的封锁行动已导致大量油轮无法正常通行。据估计，目前多达1/4的美国海军现役力量集结在加勒比海地区，对委内瑞拉形成高压态势。看得出来，特朗普政府就算想将委内瑞拉石油彻底控制，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中国的表现很冷静。彭博社1月7日报道指出，中国买家正式拒绝了委内瑞拉原油的报价。最开始，特朗普的算盘打得很响，他认定中国不可能不要委内瑞拉的石油，因为委内瑞拉出产的那种又稠又重的马瑞原油正好是提炼沥青的优质原料，而沥青是中国搞基建必不可少的。之前由于美国制裁，委内瑞拉为了把油卖出去，不得不打折促销，一桶油比国际主流价格便宜足足15美元。这15美元的差价，其实就是中国买家甘愿冒点被制裁的风险所换来的辛苦费，或者说风险补偿。不过这次美国以检查石油为名，派军舰封锁了委内瑞拉的海上运输线后，情况就全变了。运油的成本涨了很多，风险也更大。按理说，委内瑞拉应该把折扣打得更低，来弥补买家的这部分新增成本和风险。但委内瑞拉不仅没多打折，反而把原来的15美元优惠缩减到了13美元。这相当于每桶油悄悄地涨了2美元。
不少西方的专家和媒体觉得，区2美元对中国这么大个买家来说算什么呢？中国肯定会继续买。可他们都想错了，他们既小看了中国买家的理性，更不明白中国做事有自己不可动摇的原则。这不仅仅是一笔生意，更是一种态度。也就是说，中国买家并没有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而接受这一微小的价格变动，相反，他们基于市场规则做出了理性选择，显示出中国在能源采购中的战略定力。因为随着美国制裁加剧，采购委内瑞拉石油的风险显著增加，运输途中被美方拦截的可能性，制裁政策变动导致交易夭折的风险，以及买家可能面临的连带制裁，都使得这笔交易不再具有吸引力。而且中国能够冷静拒绝委内瑞拉原油的底气，源于多年来精心构建的能源安全体系。当前的石油市场供应过剩，为中国提供了多元化的进口选择。举个例子，2025年前9个月，沙特、伊朗和俄罗斯分列中国原油进口前3甲，仅沙特每天就向中国供应159万桶原油，远超委内瑞拉的最大产量。所以特朗普失算是必然的，但另一个让特朗普没想到的是，他开始推动美国石油公司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甚至在白宫召集了约20家大型石油企业高管开会，要求他们向委内瑞拉投资1000亿美元。不过美国石油巨头反应冷淡，埃克森美孚公司 CEO 达伦伍兹直接表示，委内瑞拉目前不可投资，除非当地法律和商务框架发生重大改变。康菲石油公司 CEO 兰斯则提到，公司曾在委内瑞拉损失120亿美元的惨痛经历。这些石油巨头对委内瑞拉破败的基础设施、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法律风险都心存顾虑。况且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现状极为艰难，尽管该国拥有超过3000亿桶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实际日产量仅约为100万桶，仅占全球总产量的1%左右。而且重振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需要巨额资金和长期投入，仅增加每天50万桶的产量就需要耗资100亿美元，并耗时约2年。要实现大幅增产，可能需要在多年内投入数百亿美元。而且有经济学家预测，今年委内瑞拉通胀率将超过500%，货币玻利瓦尔贬值速度加快，美元极度短缺，石油出口受阻将进一步加剧该国的经济困境。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抢的这5000万桶不是好道来的，而去严重海盗行径和资源帝国主义，这也影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地位。但无论如何，虽然委内瑞拉可能被迫再次降价或寻求新买家，但在美国制裁阴影下，接盘者恐怕难寻。而中国将继续通过浮动库存和多渠道采购，把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当前的角度来看，一切迹象正在表明，在美俄欧乌轮番拉扯的当下，俄乌局势正在全面升级，而美俄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1月7日，五角大楼公然对外访华，称美国在北大西洋国际水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籍的油轮，而在扣押的过程中，在一旁护航的俄军潜艇并未做出反应，同时被扣押的还有船上的俄罗斯籍船员。这下美国算是捅了马蜂窝。要知道，在公海用军队扣押他国油轮，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稍有不慎，很有可能会引发两国之间的局部冲突。本来美国和俄罗斯就围绕乌克兰战场展开全面博弈，现在美国又在俄军潜艇的面前扣押了俄方油轮，特朗普难道就不忌惮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吗？果不其然，话音刚落，俄方上下立马火力全开，几乎在同一时刻，俄方就发表声明称，对美军7日对水手号油轮进行的非法军事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对于俄罗斯的警告，美国没有回应，而是直接将这些俄罗斯船员押回美国本土进行所谓审判。而且根据后续披露，此次扣押俄罗斯油轮的是美军海豹突击队，据说英国也在其中给美国提供了支援，英军还直接协同美军在大西洋海域扣押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油轮。可以说，在懂王强势威胁欧洲的当下，英国却继续保持小弟姿态，跟着美国在大西洋为非作歹。而就在美国和英国对付俄罗斯的同时，美国又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事，美英法德等国政府召开了一次大规模会议，在会议上各方达成共识，将保卫乌克兰列为当前的重要战略任务。法国主张在俄乌停火后向俄乌边境地区全面派兵，而德国则希望在靠近乌克兰的北约国家全面驻军。同时，英国的态度是在北约各国都驻扎美军，守护乌克兰的安全。不管英法德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做法来应对接下来的局势升级，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
英法德的表态都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想尽办法推动美国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第二件事，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普京宅邸遇袭的问题上，美国一改此前力挺普京的态度，直接开始替泽连斯基翻案。近期，特朗普突然表示自己不相信乌克兰袭击了普京的宅邸，而这些话背后透露的信息量可确实不少。要知道，在当时，普京在宅邸遇袭后就迅速致电特朗普，而特朗普也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件事十分愤怒，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对泽连斯基的不满。可事件结束还不到1个月，董王的态度却再次改变，而这也就说明美国再次变了心，白宫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也在上升。第三个事情，美国直接发出撤侨指令，呼吁美国在俄侨民尽快离开俄罗斯，而撤侨往往是战争的前兆。而我们一旦结合这3件事，其实就不难看出一个事实，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已经变了，从原来支持俄乌停战，想尽办法促成俄乌停战，变成了支持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对号。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对于停战其实一直有在停战的认知和定位上一直存在根本性分歧，而这个矛盾恰恰是美俄两国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特朗普的设想中，停战是两家停火撤守后，北约军事力量火速下场保护乌克兰，而普京设想的停战是俄罗斯要让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保持中立，且北约全面撤出乌克兰，让乌克兰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域。但特朗普对俄乌两家的态度变化成为了双方关键的博弈点。特朗普起初的停战想法确实是让乌克兰签订对俄罗斯有利的停战条款，牺牲乌克兰的利益，然后美国和俄罗斯一起共享冲突的胜利果实。美国从东欧彻底抽身，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随着乌军的抵抗持续进行，再加上乌克兰的非对称战略在前线不断发力，美国的态度也开始变化。特朗普又认为乌克兰对美国还有利用价值，再加上美国军工集团对乌军援的生产供应已经骑虎难下，这两方面因素叠加，特朗普就只能在俄乌问题上越来越偏向于乌克兰。可我们要明确的是，特朗普的态度转变，一方面可能是被逼无奈，但另一方面是美国整体战略的变化。近期，美国公开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还对哥伦比亚、古巴等和俄罗斯友好的国家发出公开威胁，就证明美国要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多个方向重新摆开阵势，与俄罗斯展开多线博弈。所以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就让俄美之间的斗法根本没法停歇下来。在当下，面对美国的强势揭传，普京面临3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和美国展开外交谈判，释放俄罗斯船员，借此缓和美俄矛盾，相对比较缓和。第二个选择是对美国进行军事威慑，逼迫美国释放俄罗斯船员，这里的态度就略有上升。第3个选择是继续加大在乌克兰战场的作战力度，用战线说话，逼迫北约各国妥协，让白宫看到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这招算是隔山打牛。而俄罗斯大概率会选择第3种方案，毕竟俄罗斯船员被扣押事件已经激起了俄罗斯国内各层面的强烈反应。正所谓在谈判桌上拿不到的，就在战场上拿到。俄军目前已经在正面战场上取得了战果。当此美国变心之时，普京与其放低姿态求人，不如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毕竟特朗普是商人总统，他需要的是利益，不是感情。但作为商人总统，特朗普最害怕的自然是风险，而普京如果想要破局，就要让美国承受难以预估的风险。